断舍离的初衷呢，是为了精简我们的生活，减少生活里不必要的物品。但是当你陷入一种买再扔，最后再买的这种恶性循环里面，这已经偏离了断舍离的本质。你以为你在减少物品的数量，实际上你是在找借口，不停的去消费，不停的去购买。到头来呢，你就变成了不是在断舍离，而是在利用更新物品的这个速度去买，去购入新的产品。断舍离真正的核心呢，是去改变你的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而不是一直的去买新的东西，然后再扔掉旧的。假如你想要实践真正的断舍离，那今天的视频呢，我来讲一讲你需要做到的以下几点。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理性购买。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冲动消费过后，导致物品的过剩，从而造成浪费和增加物品在你生活中的负担。理性购物可以让你学着去节省，多用点脑子去思考，你到底该不该让这件物品进入你的生活里。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就是每次购物的时候，请你列出你真正需要用到的物品清单，心里也要有购物的预算。当然了，这里我说的并不是让你一笔一笔的去写下，而是你的脑子里面时刻都要有一个 mental note， 并且严格要求自己要这么去执行，而且还要延迟获得这件物品的满足感。最后呢，就是问你自己这3个问题：这个东西我会用多久？能用几次？目前家里有没有它的替代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呢，那就不要买了。当你不断的去购入新物品的时候呢，会让你忽略掉你现有物品的价值。本来你这件东西缝缝补补还能用一阵子，你非要去买新的，那好了，这下新物品买回来了，你要重新去适应去使用这件物品。比如说你买鞋子买衣服，你要去跟它磨合一段阵子。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新器材新相机新手机，你也得去磨合一阵子。我们要做的呢，是要去珍惜现有的物品，这样子做不仅环保，而且还能避免重复购买。所以当你发现有东西坏了破了的情况下，只要不是太过分，你都可以先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进行修补，而不是选择立刻丢弃。如果你喜欢动手改装，可以试试用现有的物品去创造一个新的用途，重新改成第2种能利用它的价值。我越来越感觉到，在现在这样的快时代里，所有东西都是在不同的换代和被淘汰当中，我们的购物习惯呢，也因此有了改变，从线下购物转到线上，然后到现在呢，你可以在线直播间里购物。说实话，这个真的能让你不停的在追求物质的这个过程当中，因此去改变你对物质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减少社交媒体对你的影响，少刷点短视频，少关注点直播间。只要你少看少刷，少点进去购物车里，那你就能省下钱来。接下来的一点呢，就是只有你去了解了你爱购物和不停买的背后的这个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你才能真正的去控制这个行为。当你每次花了一笔花销之后，是不是并没有感到满足，反而事后还会后悔？所以一定要去思考自己每次购物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样就能很好避免一时冲动和其他外界的影响。每次在刷卡和扫码之前，要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是真的因为需要呢，还是被欲望驱使？然后分析这个购物欲望到底是源于你的情绪问题，比如压力和失恋，又或者是被天花乱坠的广告刚好就戳中你的小心心，所以才忍不住将付款码拿了出来。这人一旦冲动起来想买东西，这股劲儿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定期去反思那股冲动的劲儿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再调整你的购物习惯。物质带给我们的满足感往往是短暂的，而以体验为主的行动呢，给我们带来的回忆和感受是永久的。如果要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想花这笔钱，可以优先考虑将这笔钱花在体验感上，将多余的预算投入到比如旅行啊，学习新的技能，去体验你一直想要尝试的事情，定期给自己来一次短途的旅行。我是这么想的，到最后能被我们一起带走的唯有永存的记忆，而不是你现在买了很多的奢侈品。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
们必须要以长远的角度去考虑事情，去计划你的生活，去给自己定在职业上、生活上、财务上的目标。我觉得人也是要有目标了之后，有想要去奋斗的事情，才会将你的注意力从盲目消费转移到提升自己的身上。正因为当一个人没有了存钱的习惯，他才会不停的去消费，不会去考虑假如自己存款没了，要如何去应对未来会发生的意外。我发现大多数人一旦有了这个花钱的欲望呢，一定是被什么外界的影响所刺激到了大脑，会有一段时间呢想把钱花在这个上面。我见过有人能很容易的全身而退，也有人一直沉迷于此。你要想想最后你能获得什么呢？除了开心，除了虚荣感，除了满足感，钱花的多了，这些东西买回来过个几年就变成了你家里的垃圾品。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不要忘记一键3连，我们下周再见，拜拜。